沈花诺，我们离婚吧。安安归你，乐乐归我。爸爸，你能不能别闹了？我不喜欢和你过生日，就是因为你总会管我吃东西。哼，好丑啊！我吃腻了你的蛋糕，今天我要吃陆叔叔给我送的蛋糕。哼，安安，你在外面不能乱吃蛋糕，你会过敏的。安安是男孩子，养那么谨慎干嘛？他之所以会对牛奶过敏，就是因为你们太小心谨慎了。安安，陆叔叔给你个建议，你一定要多吃这种含有牛奶的蛋糕，这样子你的身体才会形成抗体，以后也就不会对牛奶过敏。我相信陆叔叔说的话。爸爸他是乡下人，什么都不懂。和沈欢诺结婚7年，放弃一切，把全部心血都投入家庭，为他甘当他们看不起的软饭男小白脸，却为了捂热他的心。养育安安5年，我的亲生骨血成了刺向我的利刃。不喜欢吃的话，那就丢了吧。安安，乐乐，我操！顾景逸，这小孩子说的话，你怎么可以当真呢？是啊，我当真了。明天下午3点，龙江民政局见。你知道。顾先生需要做离婚咨询吗？这是我的名片，可以给我打电话哦。哎，大家坐。诺诺，你的老公是不是生你气了？要不你去哄哄他？没什么好解释的，是他太敏感了。哎呀，她老公肯定是在气头上，诺诺回去哄哄就好。是啊，他怎么可能真的和诺诺离婚？谁都知道顾景逸一无所有，全靠我们诺诺养。说不定呀，他走出这个门就后悔了。来来来，先吃蛋糕。等诺诺回了家，这顾景逸早就在门口等成望妻石了。君越，你不是邀请了简家的大小姐吗？人怎么还没有来？是啊，是啊，那可是咱们荣城第一世家的继承人，也只有你能请得来啊。哦，对啊，行，我打个电话，你们先吃啊。简小姐是金圈的新派律师，这价格太贵了。我可以不要钱。我好像除了钱，也没什么能给你的。7年前你跟家里人断绝关系，5年前你放弃了读博的机会，你跟我爸说你要结婚，全身心投入家庭。老爷子现在退休了，一个人在家，最近他身体不好，时常念叨你。你要有时间就去看看他吧。你要是去看他，我可以免费给你打官司哦。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放弃的不只是学业，更是你为之努力的事业和大好的前途。对不起，老师，诺诺她怀孕了，她需要我。我没脸见她。你还算不算男人？年轻时爱上谁都不为过，成熟了放弃谁都不是错。我会考虑的。喂，简总，
你什么时候到啊？改天吧。我想见的人已经见到了。妈咪，我身上好痒啊！你这是怎么回事？顾景逸，小少爷这是怎么了？这是过敏了？怎么会这样呢？先生在小少爷的饮食上一向都管得很严的。顾景逸他人呢？先生和小姐今天晚上不回来了。真是脾气见长，真以为我沈家没有他，我沈欢诺就得去求他回来吗？去拿过敏药来。我不知道啊。去叫家庭医生。好。乖，宝贝，没事儿啊。妈咪，你别告诉陆叔叔我过敏了，你也别怪陆叔叔，都怪爸爸，他平时不让我喝牛奶，如果我喝多一点牛奶，就不怕过敏了。没事儿，宝贝，我们先睡觉，好不好？为什么没给我挤牙膏？这水杯里也没水啊！抱歉，平时这些都是先生在做。我妈，去做份苏格兰鸡蛋。啊！我也要吃苏格兰鸡蛋。这苏格兰鸡蛋太麻烦了，我可做不了。先生，你昨天不舒服，早上还起来这么早？诺诺和安喜欢吃苏格兰鸡蛋，这鸡蛋要先煮熟，再剥壳，再将腌制好的鸡肉包裹到鸡蛋上，蘸上面包糠，炸至金黄。诺诺喜欢溏心蛋，鸡蛋煮5分钟，腌制3分钟。安安喜欢全熟，鸡蛋煮8分钟，再煎制5分钟。乐乐不挑食，但要双倍。那你就去问一问顾景逸，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我已经在给顾景逸台阶下了，他会迫不及待的回来吧？怎么样？他说什么时候回来呀？先生说他可能不回来。他怎么可能不回来？估计他现在应该已经在准备中午要送去公司的爱心便当了。诺诺，别生气了，昨天的事是我不对。啊，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菜。看吧，我就知道顾景逸会向我低头求饶的。喂，诺诺，我给你订的午饭好吃吗？吃便当是你送的？对啊，你看我对你好吧？你可要好好珍惜我呢。进。先生今天中午有送过午饭吗？
喂，我已经吃过午饭了，你的盒饭就不用送了。沈华诺，我已经到民政局了，你人在哪？顾景逸，你跟我闹个没完了是吧？我一个女人辛辛苦苦在外面打拼，我容易吗？我离开我，离开沈家，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你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你啃老都没地方啃。沈华诺，我离开了你，我就不是你朋友口中的小白脸。软饭男，我要重新做回顾景逸。至于我有没有家，就不用你操心了。沈华诺，我们好聚好散。我去，这谁呀？飙这么快，是陆君越吧？他是咱们龙城最好的赛车手了。他这么牛逼，原先跟我们比赛都藏着掖着吧？好像又看到了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顾景逸。恭喜你，天才少年，你被华科大录取了。恭喜艾瑞斯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惊喜！夏姐一直想要知道您的真面目，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摘下头盔？我宣布，顾家以后的继承人就是顾景逸。我小心翼翼，只敢默默爱着的人，被不知道珍惜的狗叼走了几年。如今我打算亲手夺回。喂，神元爸爸，请您今天尽快来学校一趟。神元今天带辣平糖来学校，给其他小朋友分着吃。现在已经有很多小朋友闹肚子了。赵老师，我现在不是沈雨安的爸爸了，有什么事情麻烦找他妈妈。啊，不行！沈玉安说他带来的辣平糖是你给他的，你必须过来处理。就是啊，我们家孩子这么小，根本不懂那个辣平糖要吐出来。现在他喉咙都被刮出血了。赵老师，麻烦你能让我和乐乐通个电话吗？啊，好的，你稍等。爸爸，乐乐，你有没有吃过辣平糖？爸爸，安安说我是小肥猪，他给所有小朋友吃辣平糖，就不给我吃。没事，乐乐。乐乐，你知不知道这个辣平糖是谁给他的吗？是陆叔叔。辣平糖是爸爸给我的，不是陆叔叔给的，你说谎。好。先生，宝妈，麻烦你告诉陆君越，今天安安的班主任给我打电话，说安安带去的辣平糖同学们特别喜欢，所以希望现在还能马上送一些辣平糖过去。好的。好。从今天起，幼儿园所有小朋友都应该知道我是安安的新爸爸了吧？哼。哎，老师您好，我是来给沈雨安送辣平糖的。听说他带的辣平糖啊，很受其他小朋友欢迎。就是你让沈雨安带辣平糖来学校的？对啊，哎，我这辣平糖可是我朋友做的，用的都是顶级蜂蜡。是你害得我儿子差点窒息了，你谁？你他妈打我！打的就是你这害人精！别打！别打！别打！陆叔叔，你疼吗？我跟你说呀，那群泼妇，我懒得跟他们一般见识。我要是真动起手来，我给他五脏六腑都打出来，疼！
哟，这不顾景逸吗？怎么，终于舍得回来了呀？月月的衣服脏了，你去楼上衣帽间拿几件新的给她吧。哎，你这小男朋友看着一脸不高兴的，不会还在生我气吧？不必管他。我就知道他撑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等一下，顾景逸，拿这么大个箱子，要去哪儿啊？你又要闹哪样？顾景逸，你够了！景逸，我知道你这段时间一直和诺诺吵架，这不，诺诺专门委托我给你买了个礼物。你把礼物收下，生日宴上的事就翻篇吧。假的，他那个才是真的。陆少，我看你这个表成色好像更好，要不然咱俩换换吧。不可能让沈欢诺知道你是故意买假货送给我，所以这个亏你必须得吃。景逸，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不就行了吗？说这话。那这个更适合。这个多少钱？这个29.9块。就它了，包起来啊！顾景逸那种下人，只配有这种下人。顾景逸，你生气冲我来就行了，你糟蹋一个手表干什么？你稀罕啊？你稀罕你捡起来再戴上。顾景逸，看来你是不想和诺诺和好了是吧？我今天不是来和好的，沈花诺，我不想跟你过。这是离婚协议，看看吧。如果没什么问题，签字。顾景逸，你再说这种话，我可就当真了。你一分钱都不要，离开我你怎么生活？我怎么活是我的事。顾先生，穷人的骨气最没用，我劝你还是拿点吧。哼，妈咪平时工作那么辛苦，你一个吃软饭的男人，凭什么瓜分她的家产啊？好，6000万，再加一套碧海晴岚的别墅，都给你，省得以后传出什么闲言碎语，说我沈欢诺不近人情。爸爸平时在家里什么都不干，你要跟妈咪离婚，我绝对不会跟你走的。行，只要能离婚，都随你。刚好，离婚协议我写得很清楚，我只要乐乐的抚养权，我不要安安了。顾景逸，
看来是我平时太惯着你了，是吧？那你觉得你一下拥有这么多钱，你把持得住吗？你会哭着回来求我的。签字吧。好，我签字，我如你所愿。我倒也想看一看，离开了我以后，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乐乐，你们走。哎呀，诺诺，你这找的什么男人啊？作死了！小白脸吃软饭，我看他离开了沈家，没能力，连养活自己都困难。我要是和谁离婚了，我肯定选择净身出户，就算不爱了，也不会给爱过的人添麻烦。你说对吧？哎，诺诺，你还真给他转的？一次性给他6000万，他怎么把握得住？我会让他哭着回来求我的。陈律整理资料的本事不错，丢进地里，农民伯伯捡起来，高兴地说：“好菜啊，好菜！”堪比老太太钻被窝，给爷整笑话。抓紧时间把资料重新整理一下吧，这样就可以再重新整理一份了。喂，哪位啊？沈大律师鬼上身了，他这是在向谁散发魅力啊？简小姐，我是顾景逸，打扰你了，不好意思。顾先生想好要找我打官司了？我和沈华诺已经签了离婚协议，我想让你帮我介绍一位靠谱的券商经理，不知道是否认识这样的人？顾少爷，你还是不想回家呀？行，等会儿我就把华泰证券的客户经理电话给你。麻烦你了。没事儿，不知道你着急吗？可能这2天我有点忙，我得照顾我爸。简教授怎么了？我爸爸生病了，前2天在梦里还念叨你的名字呢。明天我就去拜访简教授，不知道简教授他方便吗？那我看看时间。明天我正好有空，你来简家之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好。好，明天见。大客户？对。这是多大的客户，能让老板您这么开心？等我打赢这场官司，我就要结婚了。啊？结婚？顾先生打算将资金如何分配？帮我买入这些股票。顾先生打算将6000万资金全部投入股市啊？对。不做其他打算吗？不考虑。顾先生，我可提前说好了，现在行情不行，很有可能1周后您这6000万就剩1000万都不到啊。1周之后，这些股票预计涨幅20%左右。简小姐，那位顾先生要把6000万资金全部投入股市，你说他是不是傻？他不傻，你不知道他有多聪明。当然，他之前傻过，但我不允许任何人贬低他。1周以后你就知道他有多傻了。顾景逸投了哪些股，我也跟着买一点。你是说顾景逸把6000万全都投入股市了？是。看来他该回来找我的日子又要提前了。你好，我找简老师。您稍等，老先生刚吃完药，需要休息片刻。
你在干什么？怎么能乱动我们的东西？抱歉，我不知道这是。师兄，你看，他好像把题目解出来了。我靠，他把简教授出的题解出来了。你是简教授的学生吗？他肯定不是教授的学生。我们了解过所有简教授承认的学生，没见过你啊。爷爷好呀。你就是我爸爸经常提起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优秀的教育家、杰出的数学学者简红学爷爷吗？你女儿啊？是我女儿乐乐。教授，您出的题被他解出来了。老师看起来身强力壮，没有像简溪说的那么虚弱。我教你的，你都没有忘。他真是简老的学生？他不是。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学生，你真的要放弃吗？好，以后别人问你在学校里师从是谁的时候，不要说我的名字。你跟我来吧。来。听说你跟沈家那位离婚了，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我在找工作。顾家的大少爷，顾氏集团继承人，居然要找工作。乐乐还在读幼儿园，突然间换环境不好，而且我还没打算回顾家。爸，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呀？来，我扶你去床上躺着。伤风败俗，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了？被雨淋的。爸，你身体不好，我扶你回床上躺着。硬撑的分明是你嘛！你都把自己撑成一只色气十足的大孔雀了。来，我扶你去床上躺着。哎呀！教授，喝杯水吧。我爸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不适合喝水，他休息休息就好了。爸，你怎么了？哦，好，我知道了。你知道个屁！我什么话都没说呀。我爸说他新出了一套奥数卷子，如果你能解开这些题目，他跟你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教授爷爷，乐乐帮你拍拍。拍哪儿？
我现在就去做卷子。走走走。爸，你轻点儿。不知廉耻，犹如斯文。你是狐狸精上身了吗？啊，你勾引他干什么？小点声。啊，我是应该小声点。你觉得这样子光彩吗？他听见了，怎么勾引他？你，哎呀！你也是京大的学生？哦，我不是，我是华科大的。研究生吗？还是说你在读博士啊？我本科毕业之后就没再深造了。那你做不了这张卷子。简教授出的这个卷子，起码要研二的水平才能做出来。本科生做奥数卷子，而且孩子都大了，看着也不像专门学奥数的样子。但他把简教授写在白板上的题都做出来了。我们研究了1周，写的解题思路还被简教授臭骂一顿。我看呀，他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纯属是运气好。这曾是我在婚姻里最期盼的画面，可是欢诺从来没有陪伴过孩子。你们快来看！有什么好看的？不是把卷子写得密密麻麻的就叫解题，还能写简教授的奥数卷子，就感觉像是在网上看中专生说什么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看看这写的，他这全都做对了。学长，你是怎么做这么快的？这张卷子我做了2天，还没他1个小时解的题多啊！既然是奥数比赛，那就要按照比赛的时间来做。也没人像你这样写的也太快了吧？可能我比较有经验吧。爸爸好厉害呀！他是明珠，被蒙了尘埃，所以才被人当成榆木珠子。那学长肯定有参加下个月的 L 数学竞赛吧？ L 数学竞赛还能报名吗？应该可以吧。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L 数学竞赛全球知名，每年的参赛名单上都有好多领分的，而且比赛会把参赛者的身份跟信息都公布出来。学长，你可要做好准备。如果我名次比你高，那你就把这次在 L 数学竞赛的名次比陆景逸低多少写在文化衫上，觉得怎么样？行，我告诉你，我不要求你的名次比我低，只要你的名次低于200名开外，你就不配来简教授家跟我们一起学习。准备，他能在1小时内解出3道题，光会写卷子有什么用？竞赛上可是要用 LaTeX 做答案。他在大学的时候有学过吗？我曾沿着这条路登上过顶，现在只是要重新回到巅峰之上罢了。对这个孩子这么好，怎么你是上赶着要给人家当妈呀？爸，妈咪坏坏加一好，妈咪坏坏加一好，妈咪坏坏加一好。老师，我做完了，我报名了 L 数学竞赛。哼，那你这2天就都来我这做题吧，毕竟是我教过的学生，不准给我丢人。
谢谢教授。明天就要交手工作业了，爸爸可以用塑料吸管做出一个太空堡垒，为什么你就不会呢？太空堡垒太难做了。哎，我能做一个手机怎么样？手机那么简单，爸爸每次给我做的都是第1名。像那么简单的作业就拿不到小红花了，我要去找爸爸。哎，你爸都不要你了，看我的。好了，咱们的手工作业有着落了。等你明天早上醒来，你就会看到一个又大又豪华的太空堡垒。真的吗？妈咪坏坏，简阿姨好。咦，怎么突然这么说？我好像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个声音跟我说：“妈咪坏坏，简阿姨好。”乐乐也觉得简阿姨好好呀。好了，快睡觉吧。嗯。安安，你怎么自己站在这儿呀？我在等我的作业呢。陆叔叔很快就会带着我的太空堡垒过来了。陆叔叔做的太空堡垒比爸爸做的好看100倍。我们进去吧。啊，陆叔叔，太空堡垒给你带来了。申元，你怎么迟到了？太空堡垒太大了，陆叔叔不好带过来。你这是干什么？每位小朋友的手工作品要经过其他小朋友的评选，才能够贴上优秀作品的贴纸。你这样做是对其他小朋友的不公平。你知不知道，沈老夫人是这家幼儿园的校董？你知不知道沈雨安的妈妈今天专门来大礼堂听沈雨安的演讲？沈家小少爷要是没拿到第1，我看你怎么向学校董事会交代。哎，沈欢诺来了。锦衣，我把诺诺带过来了。诺诺，明天安安的幼儿园有个亲子活动，你去就行了，你知道的，我没那么多时间。安安，你先去准备。好。待会儿安安上台了，一定给你个惊喜。好啊。上次那孩子的爸爸不是这样，看他们。
欢迎各位家长，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崇德幼儿园1年1度的环保小卫士手工大赛现场。经过初步评选，只有各班级的优秀作品才能来到大礼堂演讲。本次比赛，我们邀请到了京城电视台少儿频道的记者前来录制本次宣讲活动，获得第1名的小朋友将有机会去电视台做客哦。下面让我们有请第1位小朋友沈玉安小朋友上台展示他的作品。今天我要向大家展示我用塑料吸管制作的太空堡垒。这个作品是我和陆叔叔一起完成的。怎么是你陪顾小少爷做手工作业？唉，安安的爸爸不要他了，当然就只有我能陪了。那个男人也太不负责了吧！这样吧，我不管他呢。真的吗？我还不打开呀？这什么呀？怎么还不展示出来呀？干什么呢？快打开！搞什么？我把诺诺叫过来，就是为了让诺诺看到我可以带好孩子，我会对孩子视若己出，我比顾景逸更适合做安安的爸爸。安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哎，陆先生，你不可以上台。好，各位，安安呢，她就是太紧张了，我帮她拿出来。安，快把太空堡垒拿出来，这么多人看着呢，快！不行，不能拿出来呀！我辛辛苦苦给你做这么久，在这遮遮掩掩的，丢不丢人呀？快点儿！不行，不行，拿出来丢啊！花288就想让人给你熬夜做出个太空堡垒，吃屁去吧你！安安，你根本没有做手工作业吗？你骗人！我也不知道，我也是被骗的。谁让你花钱去找人做手工的？花288就想让人在一夜之间给你造出个太空堡垒来，简直是想屁吃！不好意思，各位，沈雨安小朋友的优秀作品标签是这位陆先生从我手里抢过去的。他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沈雨安小朋友纸箱里的内容会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在这里，我跟大家道歉。这纸箱里的作品确实让我们震撼呀！这么大的笑话，居然是沈家小少爷闹出来的，真有意思。看来小少爷的父母真的离婚了，没人管的孩子成棵草喽！出去，快点出去！沈玉乐，你敢办我什么？你差点弄到我的手工作品了。现在有请乐乐小朋友上台展示他的作品。我就不信你能拿第一！真寂寞。这是我和爸爸一同完成的作品《黄鹤楼》，我们将真实的黄鹤楼等比例缩小了100倍。妈，江董，你们先聊，我去看看提词器为什么关了。是我让人关的。江董，你为什么这么做？乐乐要是拿了名次，安安会怎么想？景逸，你个当父亲的，总得一碗水端平吧？一碗水端平？如果让乐乐感到不公和委屈，那这碗水我直接给你掀翻了。顾景逸，有你这么当父亲的吗？黄鹤楼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黄鹤楼主楼为4边套8边形体，飞檐5层，攒尖楼顶，顶覆金色琉璃瓦，由72根圆柱支撑。沈玉乐这是脱考演讲吗？
他也太厉害了。这样的演讲稿给我儿子念，他都念得不利索。沈家已经把女儿培养到这种程度了吗？恐怖如斯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本次比赛的第1名是沈雨乐小朋友，让我们恭喜沈雨乐！有请我们的校长为沈雨乐戴上小红花。恭喜！我的乖孙，我要让老师取消你全年的评奖资格。江总，是沈雨安毁了黄鹤楼的，乐乐才退了他。顾景逸，你够了！让你按照淑女的路子来培养沈雨乐。顾景逸，你看看你把沈雨乐都养成什么样子了！沈雨乐，你今天必须跟你哥哥道歉，要不然我就开除你。江董，您虽然是学校的校董之一，但是你没有任何权利开除在校的学生。至于这件事情孰对孰错，我相信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把摄像机关了，这是直播。我们学校上热搜了，江总的身份这么快就被扒出来了。群众的眼睛还真是雪亮的，他们不知道沈总离婚了，却能看出来陆君越和沈总关系不简单啊。我也不喜欢陆君越，整天叫我老公去那种不三不四的地方喝酒。快把直播关了！要是让我们沈家的名誉受损，我要告你们！江总，我已经把直播关了。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大家都散了。顾景逸，你这么维护乐乐，那我就让你看看乐乐到底还是我沈家的孩子。沈雨乐，我知道你舍不得离开沈家，我最后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想清楚，是跟妈妈还是跟爸爸？我要跟爸爸。乐乐，我知道，你看你爸爸一个人离开沈家很可怜，所以才要陪着你爸爸一起离开，对不对？不是的，我要跟爸爸离开，是因为我也不喜欢那个家。乐乐，你要是跟着你爸爸，很有可能连学费都交不起。白雪，您怎么来了？他可是京都顾家那位哦，看看会不会对你有所帮助。顾家人占理，我还欠着顾家人情呢，自然要帮了。网络上闹出这么大的事情，你准备怎么处理？哎呀，白菊，没有的事儿。你看，所有的家长都平平和和的。再说了，他们也不会吵架。白菊，你放心，我一定会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老刘，既然你要杜绝董事针对学生家长和学生的事情，那你就得拿出实际行动来。崇德是京市的重点学校，也是京市的脸面。你知道网络上都在热议什么吗？说崇德的董事重男轻女，威胁学生家长。白菊，这是我孙儿沈雨安，他入学以后年年获得学校表彰，是我们崇德最优秀的学生。安安虽然没有获得小红花，但我也要带着安安到局长面前长长脸。江女士，你主动辞去校董职位吧。你说什么？你都上热搜了，自己看不到吗？还是说你想要教育部下达罢免你的文件？老刘，我们沈氏可是崇德最大的赞助商啊！我知道。妈，行了，
你还嫌今天不够丢人是吗？白局长，我妈妈的校董之位，暂时由我来接替吧。我相信沈总能比你的母亲更出色。乐乐，我们走。等等，这个你拿着。除了我们婚内的共同财产，我不会要你任何东西。给你就拿着，我劝你好好珍惜这次机会。这条手链的首围是多少16.8。这是陆俊岳的首围吧？诺诺，为了庆祝乐乐今天考试拿了第1，我请你们吃大餐。快谢谢简阿姨。谢谢简阿姨。不用谢，走吧。好了，诺诺，别想那个废物，咱们几个难得聚一下，好好喝一杯。来。我听小道消息说，沈家前2天在华泰证券投了6000万。顾景逸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他运气好罢了。听说你们离婚了？7年之痒而已。你也知道这男人吧，一天回到家就知道跟我吵架。这不，我就给他掏了点钱，让他出去玩一玩。哪天玩够了，自然会回家的。哎呀，我们沈总宠老公真是宠到没边了。软饭男就是矫情，我要有这么好、这么爱给我花钱的老婆，我才不做呢。好了，不提那个小白脸了，烦。来，各位碰一杯。我接个电话。好了，我知道了。对不起，对不起。好你个顾景逸，没了我，你带着乐乐在外面又能活出什么鬼样子？我已经失去耐心了，背着我跟别的女人吃饭，等着你回来求我。考生须知，采用线上答题模式，参赛者可以任意选择时间进行作答。一旦开始答题，参赛者就不能长时间离开电脑镜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家怎么停电了？整个小区都停电了，电力公司也没有说今天停电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不知道。那请问，电力什么时候能恢复啊？我不太清楚。顾先生，整个碧海晴岚社区都是沈家开发的，你有没有想过，是你给整个社区的居民带来了麻烦？我？沈欢诺？信号屏蔽器。
那是信号屏蔽车。是华诺，他是在告诉我，就算已经签署了离婚协议，他依然能掌控我，甚至能将我毁灭。哎，老板，这电话能用吗？用吧。老师，我遇到点麻烦。哦，老师，搬出沈家3天，气总该消了吧？你现在坐上那辆白车回沈家，我就当你跟我闹离婚的事没有发生过，否则我就把你华泰证券的钱、碧海晴岚的别墅通通都没收。沈华诺，离婚协议你签了字的。只要我想，他们不过是几张废纸罢了。我知道，权势和阶级永远会存在，但是你不会一直高高在上的。梦还没醒呢，顾景逸。你努力了30年，也不可能与我平起平坐。而今也只不过是富少体验卡到期了。能不能把烟戒了？我最讨厌烟味儿。妈，我以后不会再抽了。老板，给我来一包烟。沈欢诺，念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我原谅你。不过以后你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谢谢。上车吧。这车，我知道你是他的第一任车主。谢谢。可以答题，不过为了公平考虑，将为你启用 B 卷，答题过程将实时监控。沈总，我们跟丢了。先生他好像坐着车去了简家。简家？沈总，碧海晴岚的社区管家刚才给我打电话，先生说把他和乐乐小姐的个人物品都丢了。我就说怎么这么着急，原来是提前找好了下家，难怪。糟了，忘记乐乐了。安，陆叔叔，你怎么迟到了呀？因为我给你买这个去了。哇！乐乐，爸爸呢？怎么还没有过来接你？我爸爸他有事要忙，他很快就会来接我啦。你爸还真是不够负责任啊，到现在都不来接你。
喂，诺诺，你包养那个小白脸，到现在都不来接乐，你女儿都饿得肚子咕咕叫了。我去接她。阿叶出现了，怎么可能？你们绝对看错了，喝假酒了吧？阿叶，哇，好帅的跑车呀！爸爸开着超快的跑车。不可能，这车是进口的，爸不可能开这个，还要在副驾驶座。你看。嘿，这个时间点，老鼠都跑出来了，你想不想用机械弩为民除害？乐乐，来，跟妈妈回家。我要在这里等爸爸。等你爸爸？乐乐，你想清楚，你爸他可就是个流浪汉，他没有家的。如果你跟着他，你是要露宿街头的。乖，跟妈妈走啊。乐乐，爸爸，乐乐，对不起啊，爸爸有事耽误了。我向你保证，以后我绝对不会让乐乐在幼儿园等我。我知道，爸爸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件事可以改变爸爸的人生。乐乐不会拖累爸爸的。支开女儿，去了简家就能改变人生。顾景逸，我警告你，我们还没有离婚呢，你就这么迫不及待了是吧？我现在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让你消失在我面前。沈花诺，我们已经离婚了，我麻烦你能不能像死人一样安安分分的？就是这个，我曾经为了她甘愿放弃一切的女人，想要毁掉我未来一切的可能。哼，原来是已经找好了下家。家我当然是找好了。沈花诺，你要是有点良心，麻烦以后就别为难你的女儿。以为把我和乐乐赶出碧海青蓝，我和乐乐就会留宿街头吗？还没正式搬家之前，街上的酒店一抓一大把。动手，把他给我抢过来！别管他了，抢我女儿！他们在干什么呀？你要是能把乐乐抓到，妈妈肯定会以你为荣的。但是他力气比我大，我制服不了他呀。你有这个呀？来，别忘了，你是战无不胜的小战士。乐乐，看我的厉害！沈远，你给我过来！我想帮帮你，谁让乐乐不听话？你怎么可以拿这么危险的东西指着乐乐呢？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玩这种东西。简小姐，我来。不用麻烦沈小姐了。简阿姨，你没事吧？简阿姨有乐乐陪着，阿姨没事。景逸，让我送景一起去医院吧。不必了，我不习惯坐陌生人的车。我们不是刚通过话吗，简小姐？什么时候？
诺诺，陆君越，你以后离安安远一点。啊，你是觉得我带坏了安安是吗？安安，过来，去医院给乐乐好好道个歉。走。医生，一会儿手术费后面给我多加2个0，我要找沈大总裁报销。我看你是不够疼是吧？要不要我把你的伤势再说的严重点儿，好让送你来的男人更担心一点儿？才不要呢，让他多愧疚一点，我会心疼的。我看你真是栽了，不过你这嘴啊，不抹鹤顶红改抹蜜了，让我来摸摸毒蛇的血。哟，还是热的呢。想被投诉是不是？吊销执照3年和全科整顿，你选一个吧。哼，小心我把你的剑孔缝成屁眼。安安，去给乐乐道个歉。不要。安安，就算你给我道歉，我也不会原谅你的。乐乐，妈咪，我可不可以不做你的女儿？沈雨乐，你姓沈，你是沈家人，你是我的女儿啊。那我不姓沈了，我跟爸爸姓可以吗？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是跟爸爸姓的。顾景逸，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啊！不仅背叛了沈家，连自己亲妈都不认了。你别忘了，你答应过诺诺。来，安，叔叔，安，咱们以后呀，可千万别跟郑志文学，听到了吗？那个机械弩是你给安安的吧？是我又怎么样？你他妈敢打我！君越，你没事吧？诺，看到没有？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力狂。简阿姨，你没事吧？病人家属在哪儿？我需要交代一下病人的生活护理。我可以帮他请个护工。和我说吧。别忘了去前台缴费。安安，去给这位简小姐道歉。简阿姨，对不起。你伤了我，还得麻烦景逸来照顾。当然，他照顾我，并不是因为你，但我还得感谢你。简小姐，你是对顾景逸这个人本身感兴趣，还是对诺诺的丈夫感兴趣？顾景逸和诺诺正在闹离婚的阶段，你是不是觉得在这个时候既能体会到偷腥的乐趣，又能不受别人的指责呢？你是从敦煌来的吧？壁画怎么这么多呀？怎么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说出来了？我看说的是你自己吧。你懂的。你跟这种货色形影不离，顾景逸会跟你离婚，一点都不奇怪。你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配不上他。我配不上他？就是，谁不知道他顾景逸就是诺诺养的一个小白脸，软饭男而已。可笑吗？可是整个荣城的人都知道，不离婚的那个人是你。下周一我们的离婚冷静期就到了，我约了下午2点半办理离婚证。顾景逸，你敢来吗？
好，这周一的下午，民政局门口，我们不见不散。81万，对，病人用的都是进口高端材料，不能走医保。顾先生，我今天早上接到通知，因有人举报涉嫌内幕交易，您在上交所的7900多万资金冻结了。这笔资金是沈董的，证监会认为沈总将大笔资金转给你，是想让你买入多家股票，这里边可能存在投机倒把等违规行为。等证监会调查清楚了，您的交易没有问题，会给您解冻的。我是通过自己所编写的股票分析程序来推测出哪些股票会在经济调控上涨的。你认为证监会会相信一个毫无工作经验、本科毕业的人的话？就算你拿出那个什么程序，你如何证明这程序是你一个人编写的？如果我参加艾尔数学竞赛，以这个赛事的含金量，那是不是就能证明我的能力？哼，你知道 L 数学竞赛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比赛吗？顾先生，就凭你还想拿名次？你怕是连题目也看不懂吧？艾尔数学竞赛的初赛名次，下周2就会公布，我会向监证会证明的。谢谢你跟乐乐陪我来做康复训练。简阿姨，你别客气。那我陪乐乐先去锻炼。走。来，我帮你拿。哟，顾景逸，这是做保洁呢。听说你基金账户都被冻了，原来混得这么惨。对了，金辉娱乐最近在招男公关，晚上10点上班，1个月底薪8000了，稍微努点力，挣2、3万就成了。你没发现这份工作很适合你？白天照顾乐乐睡觉，晚上我在社里，你可以出来上班。你给我介绍的这份工作，沈欢诺知道吗？于月给你介绍的这份工作有什么问题吗？这不比你在这个健身房当一个小小的保洁强？那这么好的工作，让给他做好了。顾景逸，如果你现在愿意求求我的话，我不介意去鉴证会发布一篇声明，让他们尽快解冻你现在的资金。他什么都知道。不用了。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现在的靠山应该就是简溪。顾景逸，你可别忘了，当年你为了救安安和乐乐出了车祸，医生说你现在的身体可能已经不适合生育了。简家现在可只有简溪这一个女儿，她会不会真的想跟你结婚？笑什么？被我猜中了很尴尬吧？我在笑，高高在上的沈总，有一天也会靠着揭别人的伤疤来做威胁他人的资本。我现在更加坚信，想要跟你离婚，沈总，等等。怎么，这么快就后悔了？你得留下来，你得给乐乐签字。乐乐以后得随我姓。我们谈谈吧。爸爸，阿姨。等你18岁长大成年，独立自主了以后，
你就还有一次能把姓名改回来的机会。爸爸给我取的新名字我很喜欢。难道你不喜欢叫雨乐吗？不，我以后叫顾雨乐了。爸爸姓顾，我以后一切的温暖、快乐都是爸爸给的了，这让我很踏实、开心。难道妈妈这么多年就没有给过你快乐和温暖吗？可是妈咪总是很忙，忙着工作，忙着和陆叔叔喝酒旅行，没有时间陪我和爸爸。顾景逸，我警告你，如果哪天乐乐长大了想把自己的姓改回来，你最好别拦他。如果乐乐想改回姓氏，他会告诉你。诺诺，好不容易离婚了，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诺诺，小心点，来这边。哎，诺诺，你怎么了？给顾景逸打电话，让他送胃药给我。你和他已经离婚了，我没有他电话号码。大酒店有前台，只要给前台打电话。简小姐您好，您之前说顾先生这边有消息，就让我及时通知您。是这样的，刚才一位自称是顾先生妻子的女士，希望我们将她的电话转移到顾先生的房间里。好，把电话转接给我吧。好的，请稍等。顾景逸，我胃痛。沈小姐有病就去医院。怎么，你脖子上是长了个瘤子？你怎么说话的你？解析啊！你跟顾景逸在一个房间里，我和他今天才刚刚离婚，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去找他过夜？景逸现在住的是我名下的酒店，这大半夜的，我得保证他不会被人骚扰啊。离个婚也得让他为你守孝3年吗？简小姐，你对他应该很早就有这个心思了吧？当年我孩子过生日，你从国外回来，飞了12个小时，马不停蹄的赶去见他。其实说到底，你就是想见顾景逸一面，对吧？简小姐，亏欠别人的丈夫，你还真是没品。沈小姐以什么身份来指责我呢？他是我的前夫，可是辜负真心的人是要吞1万根银之泪的。沈总还是积点德，让景逸睡个好觉。简阿姨，好巧啊！好巧啊！巧啊，简总在这里都站了2个小时了吧？今天我正好有空，送你跟乐乐去幼儿园吧。谢谢。走。请问是顾景逸先生吗？啊，我是。我是 L 数学竞赛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来电是为了恭喜你在预选赛上取得第1名的好成绩。第1？是的，顾先生，您的卷面分数是89分。我们从你所填报的资料里了解到，你虽然毕业于华科大，却做了7年的全职主妇。
组委会对你参加比赛并取得高分这件事非常好奇，以及央视那边的记者也知道了你的成绩和情况，他们想采访你，您看您方便吗？我现在送我的女儿去上学。你女儿在哪个学校上学？她在崇德，在幼儿部读大本。好的。恭喜你，这是你应得的。爸爸得了第一。石头剪刀布。你们已经不配来这个学校上学了。听说沈总和她那个小白脸丈夫离婚了，离开了沈家，他和我们就不是一个阶级了。乐乐很臭，他身上全是穷酸味儿，已经不配来这个学校上学了。雨轩，好像说不让我和你玩，哪个人和你玩，他就会变成全校的公敌。你为什么这么说？说要师出有名，这样就可以把他们赶走。我没有。顾先生，乐乐他打我。你女儿在学校里面殴打同学，我必须将她开除，以正校风。安安，陆叔叔，来，快起来，没事吧？啊？我女儿没有殴打其他同学。他有，乐乐打了我。你坏，偏心鬼，你瞎了眼，你才没有看到我被打了。我要求查验校门口监控，污蔑和陷害其他同学，才应受到惩罚。监控坏了，沈雨安小朋友连续3年获得校园之星称号，他是我们崇德最优秀的学生。他说话，我当然信。还有各位家长，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沈雨乐殴打沈雨安呢？我看到了，你已经不是沈家人了，跟你姓的小孩根本不配在崇德上学。顾先生，您和您的女儿已经被沈家扫地出门了，您再让自己的女儿读贵族学校，这合适吗？就是沈家不要沈雨乐，就是看出来女儿像他爸，是个一点都上不了台面的嘛。头一次见把女儿养得这么粗壮，好怕我儿子也被他揍。好，来，把他的学籍档案拿来。顾先生，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沈雨乐被开除了。这下沈老夫人吩咐的事情办妥了。你欺人太甚，根本就不配做崇德的校长。敢问你是哪位？我是央视新闻的记者。刚才这个女孩和男孩发生冲突的全过程，我的同事已经录下来了。这个女孩根本没有动手打人，而你作为崇德的校长，不问青红皂白，竟然直接开除学生，你根本就不配做一校之长。什么？你说你是央视的？哼！不过我没有接到通知，说什么你们央视新闻要来我们崇德采访，我看你是假的吧？还有你，别拍了！太好了，顾先生，终于找到你了。我是京大的新闻社记者。我是新京晚报的记者。顾先生，你愿意接受我的专访吗？啊，是我们央视先到的，而且顾景逸先生已经答应我们采访了。一个被沈家扫地出门的小白脸，他哪有那么大的本事调动记者？行了，顾景逸，差不多就得了。教唆乐乐打安安不说，还找了一群什么玩意儿在这冒充记者，想看是吧？来，我现在就给你们直播。我是 L 数学竞赛组委会代表，恭喜顾景逸先生以预选赛第1的优秀成绩获得决赛入场券。他们在说什么？我听到什么 L 数学竞赛？哟，
那可是最权威的数学竞赛，3年才举办一次呢。沈总家那个小白脸儿跟竞赛有什么关系啊？你没听到吗？他拿第1了。这么多记者来报道他，顾景逸岂不是要出名了？不可能，他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怎么可能在国际大奖中拿名次啊？乐乐，你爸爸好厉害呀，他竟然得了国际数学竞赛第1名。我妈妈说你爸爸的名字都已经上热搜了，你爸爸成大明星。沈雨乐，我好羡慕你呀，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我妈咪也有被采访过，按奶奶说的话，他一个靠妈咪养的小男人是不能抛头露面的，被这么多摄像机拍摄，顾晴逸他就是个小丑，他就是个臭烘烘的土包子，没用的男人，矫情做作，没要求。哼！谁家孩子呀，这么没素质？顾先生，您认识他吗？我不认识那个孩子。请问这是你的女儿吗？对，我的女儿顾雨乐。你女儿好像很依赖您。是的，是我亲手带到大的。那请问您妻子？我离婚了，我和我的前妻没有任何关系。对了，我刚才听崇德的校长说要开除顾雨乐小朋友。顾先生，之后你打算带着女儿就读哪所学校？顾先生，你已经拿了 L 的数学竞赛第1，哎呦，怎么不早说呢？你看这初中部、高中部，就连小学部的家长都在问，你看这样行不行？我邀请您来咱们学校给学生们做一个数学讲座，大家说好不好？好，我都想好了，只要你免费给学生们做30天的数学讲座，我就答应不开除你女儿。你助纣为虐，污蔑我女儿，我是不会让我的女儿待在崇德的。顾景烨，你可想清楚，我是给过你机会的。哼，这做人呢，有时候就应该放下那骄傲的自尊。我想清楚了，即便你现在改变主意，让我的女儿重新入学，但是你是这个学校最大的女儿，所以不会让我的女儿继续待在崇德的。你们都听见了啊？是顾景逸不想让他的女儿待在崇德，可不是我逼他离开的。还有你们啊，别瞎报道。为了前途下车，你一定能升官发财。老刘啊，我把你的档案带来了。哎呀，白局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带着你的档案滚出崇德！白局长，我究竟做错什么了？要是因为沈雨乐同学被退学的事情，那就是一个误会啊！我已经放下身段，郑重邀请他重新入学了。你还是打开自己的档案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老刘，好好看看，这些年你吃回扣的票据都认不认识？你联合沈老太太排挤其他同事，听她的命令，随意开除学生。我今天来不仅是解雇你，也是给纪检部的人引个路，让他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教育系统里的蛀虫。对，是江董事长。是江董事长让我开除沈雨乐的，江董事长帮了我很多，我只是听江董事长的话。是吗？对，是。那就跟你纪检部的同事好好忏悔去吧。戴总，哎，白局长，白局长，你放过我吧！出大事了，顾景逸疯了，教唆乐乐谈安，还找来了记者闹事儿。乐乐都被顾景逸带坏了，我就知道。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就算上过华科大学又怎么样？不还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哇 ，L 数学竞赛初赛第1，是个无业的家庭主妇哎！真的假的？快让我看看！
排在这位无业家庭主妇之下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的学生啊！怎么可能？一个软饭男而已，怎么可能会去参加数学竞赛，还拿第一？哎，比赛得第一的选手叫顾景逸，27岁，华科大本科毕业后做了7年的家庭主妇。你说什么？第一名叫什么？他叫顾景逸。严明，你看。好巧呀！世上居然会有这么巧的巧合，难道真的是他？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哎，沈总，恭喜你啊！你先生拿下了 IELTS 数学竞赛的第1名。沈总，你先生轰动新闻界了。我听说央视的记者已经去采访他了。王诺啊，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现在就把你先生招进公司。谢谢啊。谢什么？我刚才看到你在白局长车里。叫他来不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他能来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你现在拿了预赛第1，名声鹊起，不知道沈欢诺会不会后悔？他不会，除非他知道我是顾家的人。只要将你先生顾景逸请入沈氏集团，我愿意追加60亿的投资。您客气了，只是一个小小的预赛而已。我丈夫吧，平时很少参加比赛，一般真正的高手啊，都会在这个时候控制分数，保留实力吧。所以就恰巧给了他一个当出头鸟的机会。你们华国人总是这么的谦虚。哎，我这里有顾先生的最新采访视频，我发给大家，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也会一点中文，也想目睹一下沈总先生的风采。好。你女儿很依赖你。是的，是我亲手带到大的。那请问您妻子？我离婚了，我和我的前妻没有任何关系。怎么会这样？这怎么会这样？这是你和你获得数学竞赛第1的先生离婚了？沈总，你和顾先生怎么离婚了？是啊，那你还有招他进沈氏的可能吗？沈总，顾先生他在朋友圈官宣离婚了。你真的把诺诺养的那个小白脸扫地出门了吗？当然了，不仅如此啊，我让刘校长还开除了沈雨乐在崇德的学籍。哎，眼不见为净。江董，您做的对啊，哪有男人一天待在家里面靠老婆养的？还是江董考虑周到啊。哟，不得了了，顾景逸被央视记者采访了，他获得了数学IELTS竞赛的第1名呢。真的吗？哎，这个 IELTS 数学竞赛含金量可高了，只要进入竞赛的前20名，就可以让各大企业抢着要。不可能，他就一个本科生，肯定是组委会看在沈家的面子上。江铃兰女士，你涉嫌刘德义的贪污受贿案，请跟我们走一趟吧。监总不好了，现在网上到处流传顾先生是靠作弊拿下第1，他们懂什么啊？只有沈欢诺那天知道我来了简家。诺诺，我记得7号那天，你不是给顾景逸断网了吗？他那天在简家待了整整1天。我记得顾景逸的老师应该就是京大的数学系教授，姓简对吧？他不会是靠这种手段？君越，没有证据的话，就不要乱讲了。哈。有什么爆料要发给我？我有顾景逸作弊的证据，你敢爆料吗？诺诺，如果我说我有顾景逸作弊的证据，你敢爆料吗？一个做了7年家庭主妇的男人，绝不可能在 IELTS 数学竞赛上拿下那么高的分数，这违反常理。顾景逸经常去简家跟我们一起做题，
他准备 IELTS 竞赛的时间还不到1个月。这个毕了业就靠女人养的男人，引发如此之大的关注，景洪学就是幕后推手。他想要创造一个奇迹，这有助于让他保住京大数学学院院长的位置。老虎不防卫，他们当你是 Hello Kitty， 真当我们是吃素的呀？一群乌合之众！发布顾景逸比赛的全程视频监控，让所有人都看看顾景逸到底有没有在作弊。简小姐，我看过热搜了，要不然今天你就住这儿吧。简教授还好吧？他已经睡着了，为了能让他睡着，我还下了2颗安眠药呢。要不然我给你也来2颗。和沈欢诺结婚那几年啊，每天都比今天煎熬，习惯了，睡得着。对不起，是我来晚了。放心吧，我自有办法。顾先生，您的事情被澄清了。嗯， 组委会发布了您考试时的监控画面，并且悬赏10万作为找出您考试作弊的奖励。我操，没人跟我说过顾景逸是个大帅哥啊！谁说家庭主妇不可能拿竞赛第一？我跟他拼了！哥哥之前命不好，娶了个瞎眼的老婆，没关系，这辈子我来疼你。我发现了一个真相，预赛那天碧海前来确实停电了。据知情人透露，爆料顾景逸作弊的人好像是他前妻。顾景逸的前妻可真贱，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他前妻还不如牛粪呢，牛粪起码还能滋养鲜花呀。沈总好，沈总好。我跟你说，像顾景逸前妻这种小肚鸡肠的女人啊，在我们老家脱光了都没人想要她。人啊，成绩差了可以学，长得丑了可以整，但是心眼坏了，那就没办法治了。就是。沈总，我会让人把在公司摸鱼的这群员工全部记下来的，扣他们的工资。怎么样？你是想大肆宣扬我就是顾景逸的那个瞎了眼的前妻吗？如果顾景逸能在这次决赛中拿到第1，我倒是不介意给他一个年薪100万的职位，让他为我的沈氏集团好好服务。喂，诺诺，今晚中秀山上有赛车比赛，我想带安安去见识一下，你也来吧，好好宣泄一下。好。需要我帮你吗？好。小姐，要不我帮你？出去，我自己能上。小姐也太刻意了，都在这磨蹭半天了。好。不枉费我在这里等了半天。抱歉啊，你救了乐乐，我一直没好好谢谢你。那你答应我一件事。你说。
今晚钟秀山有一场赛车比赛，之前我在里面放了一笔奖金，但我现在受伤了，没办法参加比赛。我需要找一名赛车手，你愿不愿意代替我去赢得比赛？赢得的奖金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简溪是知道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吗？好啊，我会全力以赴的。怎么样？之前陆叔叔帅不帅？哇，好帅的机！太帅了！哎，听说好像这个是限量版的。原来当年买下暗夜的是简小姐啊！你可藏得真深啊！这可是暗夜呀！简小姐，你让谁开的车呀？我受伤了，找了一名职业赛车手。简小姐，让他下来打个招呼吧。简小姐，你请的车手架子真大，看不起我们。当然 ，Iris 不屑于你们这些乌合之众为伍。我操！你说你请的专业赛车手是谁？战争之神 Iris。Iris 在罗马神话里代表着残酷和力量。牛逼啊！简小姐不仅全款买下暗夜，还把原车主请来了。我去，车上坐的真的是 Iris， 我何德何能和 Iris 一同比赛 ？Iris 是很厉害的赛车手吗？Iris 在国际赛场上创下了华国车手最好的成绩，他当年横空出世，驾驶暗夜所向无敌。那我怎么没听说过呀？Iris 在你出生前就已经退役了。不愧是华国第一车手，架子就是大。这样吧，我们跟他赛一场，如果我们赢了，让他下来给我们挨个道歉。他不会输的。这样吧，我们跟 Iris 比一场，如果我赢了，把这辆暗夜借我玩呗。癞蛤蟆打哈欠，什么意思？陆叔叔，我学过癞蛤蟆打哈欠，这是一个歇后语。他说陆叔叔口气可大。Iris 来了，敢不敢加点赌注？好，如果 Iris 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就让他从我的车库里慎选3辆车，3辆车再加沈小姐亲自洗车服务，怎么样？好，一言为定。那 Iris 就从这几辆车中选一辆吧，免得你们说她拿暗夜欺负你。我操，特技呀！还好我没去。Iris 好厉害呀！欢迎回来 ，Iris。我一直有个疑惑，简小姐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因为我就是炼业的老板啊。原来是你，顶着顾家的压力，招我进了炼业赛车俱乐部的。原来是你，让我成为了 Iris。抱歉，我最后选择家庭。你不用说抱歉。炼业俱乐部本来就是因你而生，你不在了，炼业俱乐部也就不复存在了。我选择你，也是想证明我的眼光没错，你就是芸芸众生中那个最特别的存在。只是当我在你的退役申请书签下字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心口年少不识爱恨，
察觉到心动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艾瑞斯先生，恭喜你，这是我车库的地址，欢迎随时来我家取车。艾瑞斯你好，我叫沈雨安。我看了你的比赛后，我非常崇拜你，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吗？艾瑞斯，你好，艾瑞斯，可以认识一下吗？艾瑞斯，艾瑞斯你好，艾瑞斯你好，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吗？艾瑞斯你好，艾瑞斯，艾瑞斯，艾瑞斯，为什么感觉这么熟悉？为什么感觉他那么像爸爸？不可能，爸爸不可能会赛车的。艾瑞斯，艾瑞斯，你好。沈小姐，愿赌服输吧。沈总，这是您等下洗车要用的东西。好，我倒是很乐意为暗夜服务，可我们没说让你洗暗夜了，什么意思？简小姐觉得该让沈总洗哪辆车？来人，把沈总要洗的车开过来。今晚沈大总裁将为艾瑞斯现场清洗垃圾车，请大家为沈大总裁鼓掌。冤有头，债有主，沈总生气找简小姐。妈咪，艾瑞斯真的会来咱们家取车吗？我一定要见到他。他有什么好的？顾景逸，我怎么会做这种梦？我去看看乐乐。怎么？虽然我们没有查到你作弊的证据，但是 L 数学竞赛上有不少老教授和简教授交好。我们这次过来是想邀请你这次决赛跟我们一起在京大考场内一起完成试卷，你肯答应吗？京大考场会配备5位监考员，我们参加决赛的全过程也会被全网直播。还有，最近一段时间为了避嫌，你不能和简教授接触。你们都盯了我1天了，是监视器成精了，上厕所都跟着。你们有什么权利限制我的自由？你们怎么敢这样对待简老师？简教授，这也是无奈之举。谁让顾景逸是你的得意门生呢？进入决赛的200名参赛者也想得到公平公正。为了200名国家栋梁之才的未来，你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都不愿意。能把院长死死压住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你们不要太过分了。要是顾景逸退出这次 L 数学竞赛，简教授当然就不用受这委屈了。真是小刀拉屁股，开眼了。简教授，4王八炖汤，一肚子坏水。哎，你说国家怎么不拿你的脸皮去研究防弹衣呢？还逼着人家退赛，你这算盘珠子呀，打得我脑瓜子疼。我明确告诉你，景逸他不会退赛，以他的本事，一定能拿到金奖。一个靠女人养的小白脸，别拿金奖，做梦去吧。方金飞，如果我能拿到金奖，你以及所有打扰简教授生活的人都必须公开向简教授道歉。打肿脸充胖子，你要是真能在决赛上战胜所有人，拿到金奖，我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说点现实的，你能做到的惩罚吧。顾景逸他要是能拿下金奖，
静妃她就能倒立旋转拉屎？你胡说什么呢？你是街舞社社长，倒立旋转拉屎对你来说不难啊。我支持。爸，你还没见过倒立拉屎吧？想不想看看啊？啊，在现场看？我也不想看，毕竟太恶心了。同学，那就麻烦你拍好了发给我们喽。那你要是做不到呢？我要简教授当众道歉，承认自己教学无方，并自己辞去院长职务。好，一言为定。我就等着看你们身上沾满了方静妃拉的屎。诺诺，那个艾瑞斯是谁呀？安安喊着要让他当爸爸。妈，您刚从里面出来，能不能不管这么多事儿啊？安安说那个艾瑞斯是个赛车手，要不是你整天和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带坏了安安，我能来这儿找你吗？妈，您是不是从清朝来的呀？我是说，您这个脑子呀，装到博物馆，那都得算点文物。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呢？那个艾瑞斯把你迷成这样了，连亲妈都不认了。田秘书，准备开会。你给我回来！爸，您怎么来了？L 决赛结果直播，老沈总的意思是，要从 L 集团的挑战赛上选择一个有能力担当城市 CTO 的人。爸，这样也太草率了。能够进入 L 数学竞赛前20名的选手，那都是一流的世界顶级高手，他们现在可是业内最抢手的降魔，而且 L 集团又给他们那么大的曝光率，所以呢，他们将来的行踪必将受到重视。我们沈氏集团不仅需要一位实干，还有专业的首席技术官，股东们也希望未来的技术官本身就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还有号召力。请坐。他怎么会过来？这不是我们沈氏集团的内部会议吗？简溪小姐是我请来的，我跟简溪小姐的父亲是至交好友。如今呢，简溪小姐在荣城乃至全国，不管是能力还是眼力，都远超于老前辈，所以我请她给我们提出点意见，你学着点。伯父，这么多人呢，还是给小沈总留点面子吧。哈哈哈，面子是挣出来的。哎，有沈总和简总一同把关 CTO 的人选，我也就放心了。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L 数学竞赛的直播吧。好。我宣布，本次竞赛第1名的获得者是顾景逸。是那个预赛第1了。怎么会是他？就是啊，哎呀，真厉害呀！年纪轻轻的就是第1。我看就邀请顾先生担任咱们沈氏的 CTO 吧。我赞同。顾先生除了自身优秀之外，他还是沈总的丈夫。CTO 这个位置由他来担任最合适的。沈总，你还没有告诉大家你已经离婚了吧？简溪小姐说的是不是真的？你在胡闹什么？爸，不就是离婚吗？我再追回来就是。欢诺说的对呀，凭欢诺的身份相貌，什么样的男人拿不下？
尤其是顾景逸，沈总多哄几句，他不就夹着尾巴回来了吗？其实我这次来还带着景逸交给我的任务。景逸说，如果这次他在竞赛中拿到了第1，他一定不会选择沈氏。景逸还说，沈总家的车库里没有一辆他喜欢的车，所以这张名片就还给沈总吧。所以你是想告诉我，顾景逸就是 Iris 吗？这怎么可能？一个数学天才，一个赛车天才，哪一样都很难得。景逸就是这么优秀的一个人。还有一个身份，今天我就不告诉你们了。沈总，结婚7年你都没有发现，你可真是瞎呀！恭喜你！恭喜你，获得了高峰科技论坛的邀请函。这种邀请函只会给大型企业。这次的晚宴，你爸爸也要来。你看，这个邀请函上还有你的名字呢。顾景逸，你不靠顾家，你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大放异彩。你怎么会有我爸的联系方式？因为这些年我跟顾家一直有生意上的往来呀。哪里来的骚气？哪有？我怎么没闻见呀？你干什么？愿赌服输吧。去你大爷的！静妃，我真的要表演倒立拉屎吗？静妃，相信自己，你能行。不可能，顾景逸他怎么可能是 Iris？ 他爸爸真的是 Iris 大神？那个车不就是爸爸开的吗？陆叔叔，你骗我！啊，那天是我看错了，对不起。哼，诺诺，他顾景逸一个科研人员，怎么可能跟赛车手挂钩呢？你不是口口声声告诉我，顾景逸只是一个一事无成、靠女人养的小白脸吗？你不是说他根本不可能获得艾欧数学奖吗？现在他可是第1。安，想不想要找爸爸呀？想。帮我预约荣城最好的造型师。安安，妈咪带你去高峰论坛找到爸爸好不好？好。高峰论坛我也要去，一定要把顾景逸那个贱人比下去。进。顾先生，晚上好。我们是 Valencia 贵宾服务团队，这位是我们的首席裁版师伊西莎。我们受顾家的邀请来府上为您量身定制礼服。我爸让你们来的。是的。顾先生，你是如此的耀眼。爸爸，你今天好帅呀！这西装很显气质。简阿姨，今天的爸爸无敌帅。乐乐，你去换一件啊。爸爸，简阿姨说你今天超级帅。衣服在你的帅气下都黯淡无光。你说谁？简阿姨？她怎么了？我想记录爸爸最帅的那一刻，我想跟所有人分享，我有这么优秀的爸爸。
乐乐，你把我的照片发给简溪，但是我觉得我吃亏了呀。我知道乐乐的出发点呢是分享，但是爸爸不想成为别人手机里被欣赏的男人。好，那我把照片撤回来。对不起哦，贾阿姨，我没有经过爸爸的同意，把他的照片发给了你。爸爸说他不想成为你手机里被观赏的对象。抱歉，已经允许看了你的照片，你都看看我的吧。这样的角度喜欢吗？不喜欢，这个衣服我可以再换。快看，那就是顾景逸，这么帅，智商还那么高，简直就是男神！对啊，顾景逸你好，我是你师妹，咱们在比赛上见过。曾教授你好。这是你女儿吗？对，叫姐姐。姐姐好。真可爱，几岁啦？6岁啦。6岁啦。看到没有，那可是哈佛最年轻的教授，他的家族在欧洲那是顶级的财阀之一。看来听景逸的人真不少。看来我只有做小三的命了。啊？唉，不被爱的人能当小三吗？女儿啊，你没有道德，没有素质，这小三不是你说当就能当的。你先忙啊。嗯。走。爸，我觉得我还是有希望的。简老师。顾景逸，爸爸今天好帅，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爸爸。顾景逸，怎么，你也在这儿？像你这样的人都在，我为什么不能在？你，诺诺，我是不会带你进去的。看什么？我是跟沈家沈欢诺过来的，我是陆家的陆君越。抱歉，我们并没有邀请陆家，并且沈总也没有说要让你进去。那他顾景逸为什么可以？啊？你能和顾先生比吗？他是我们主席单独邀请的数学天才，跟这种人说了他也不明白。走吧。顾景逸，他终于成为了你仰望的存在。顾景逸，安，叫爸爸。爸爸，安安，你不是不要爸爸了吗？乐乐，小孩子之间胡闹，说的气话而已。那你呢，沈欢诺？我说过，你不会一直高高在上的。那又怎么样？我听说你的科研项目应该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吧？我可以出钱。我顾家还没有让别人出钱的道理。这不是京都顾家的老家主吗？什么风把他们吹来了？顾家，京都第一世家顾家。爸妈，对不起啊。你那么有本事，怎么就能被一个女人压倒？你爸说的气话，他今天啊特意包机来的。乐乐，快叫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好。好，好，没想到我们家孙女儿这么大了。
顾景逸是顾家人。顾老先生、顾老夫人、顾先生，我们会长邀请您上2楼。2楼？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呀。科技峰会论坛的顶级头部大佬，他们才有资格进入那扇紫金大门嘞。走。妈咪，我们也可以和乐乐他们一起上去吗？啊，我们不去。当然不可能喽，因为沈家从来就没有资格上2楼。顾景逸终究还是成为了我仰望的存在。诺诺，是不是顾景逸把你们赶出来了？我就知道他这个人冷血无情、小人得志的样子。诺诺，你居然安安这么骂我！怎么，安安说错了吗？你在看什么？我在想，简小姐是不是喜欢我？简小姐在期待什么？景逸，你什么时候学会开玩笑了？简小姐，你是不是喜欢我？景逸，我喜欢你10年了，你愿意接受我吗？爷爷，你先说。那要不咱俩一起说吧？嗯。你愿意做我的外孙女吗？公吗？